Hello， 大家晚上好啊！就来到了我们8点半的直播，那欢迎大家啊！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那我们也是来互动一下，问一下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呢？啊，你也可以把你来自哪里写在那个留言区里面，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看一下。特别是新朋友啊，如果是新朋友的话，也可以讲一下如果你是看重播的话，也可以讲以后错过 live 的话，看重播的话，当然我们 live 的话互动一点更加好。特别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是非常这个港股，我看了有5大利好因素，有冇咁啊？有冇咁夸张啊？是不是这么好啊？有没有夸张啊？特别是我觉得今天晚上是我和七爸爸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包括有以下这几个，我也是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投票啊 ，A B C D E 啊，这么多话题当中，你们是比较想听哪一类的？60分钟肯定讲不完，所以你们要挑重点。我们是今天的内容是额外的啊，七爸爸一回来直播啊，我们就额外的给了大家很多的价值我在日本充完电了，回来之后哇，股票这么好啊，好兴奋啊！所以今天我做了1天的 PPT 所以今天大概率会超过我们平时的1个小时的直播嘛。我们还是要讲重点，讲重点。所以呢，这一次我们讲重点啊，你们比较想听哪一个 ABCDE 哪一个讲不到的话，我们就讲少了2个具体的买卖策略，好不好？1个好不好 ？OK 啊，我看到很多人写 C 啊，那我们 A、B 就直接跳，好不好？好，就是那我们直接跳了啊。OK， 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够1000人，今天肯定够1000人了啊！你们想听哪一只股票想定了在留言区写好了，一会儿我们看看哪一个最想听的股票，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事不宜迟我们投票，大家来投个票，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好不好？好，那 OK， 我们目前就这样看到大部分人是想看 C 和 E 的，那我们待会重点讲一下好的。那一开始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并不是看到港股涨了我们就好像在马后炮一样在跟风人说港股在涨其实这里呢我是看到很多也是老面孔了，很多观众朋友们，我也是在过去的直播里面也是有看到你们的身影所以呢，其实也是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见证其实在1个月之前呢，七爸爸也是分享了这一次大涨的大涨的原因他是能够提前的看到这个机会的我不是随便讲的，我有原因给大家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是其中一个我们继续看。那8月25号是第一次在直播里面讲当然 GMT 里面我有更详细的原因和分析给大家但是我们公开的直播也有讲过那9月1号的时候，我们又来了一个额外的直播我们直播已经不是说一定要每个星期做了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星期做的，后来就是随意做了看到有什么想分享的才做了。所以我们在9月1号的时候又看到了一次这个机会，而且我当时大家有没有见证那天有来的可以做个见证。我当时是觉得哇，这是自从03年我看到香港的楼跌了这么多之后让我翻身的从一个创业者穷光蛋做到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的这样级别的一个这个机会又来临了，而这一次是在港股我是讲港股的大家可以回看我们的9月1号的直播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如果9月1号的直播的参与者有在的话，你也可以做个见证，对吧？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难得的机会，不光是我看到有人说七爸爸非常准确这个也是一个见证的，不光是那个我还讲完了一个我最喜欢最看好的股票。一般来说我在公开场合是不讲股票的，在 GMT 里面因为大家跟我学了一段时间，有个基础有底有个基础而且呢除了那个基础之外，我们还具体的给你好多的分析，而且你进来之后我们要走的话，看到信号要走的话也会告诉你，所以我是比较放心一点而且来了 GMT 我们都告诉大家不要来拿号码，你要学会自己分析，
独立做买卖的决定，每一次我都有讲的所以在公开场合我怕不知道的人买了不懂得走，结果跌下来的时候跌死掉了所以呢当时我这讲了一个美团，因为我觉得美团怎么看都是便宜的，其实现在又不便宜了当时100多块的时候110多块的时候还是很便宜的所以呢也是具体的有讲了一只股票，对吧所以很多的网友现在留言说七爸爸看了我自己不讲了，你们自己看了自己讲自己厉害，好像不好意思这样对那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在 GMP 里面会做很多很详细的分析无论是基本面也好，或者是技术面也好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角度去分析，而更重要的并不是分析了之后我们说应该买还是不买，而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在这个分析当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看一家公司，怎么样去看一个技术面这个才是我们做 GMP 的一个目的而并不是给大家盲目的讲一个号码，然后你就盲目的去买入，是这样的其实 Rich 讲的有一点很好有时候我们看了之后还要有个信心去采取行动，对吧？所以呢，我们在 GMT 里面也教要 FTP 麻烦大家把重点可以写下来，我们在弹幕可以弹出来的话，大家也来做个记录所以我们要 FTP， 什么是 FTP？ Fundamentals 基本technical T 中间还有个 P。对吧这个 psychology 心理所以呢我是专注也每个人都是专注一点，对吧？我是专注在 psychology 心理心理学我特别是喜欢看大势的整个情绪所以当大势非常悲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机会来了，对吧当大家在怀疑的时候，我就觉得牛市会这个继续成长现在涨了这么多，很多人都怀疑港股这个是好事情，对吧这个当然是我们的老师祖师爷 Templeton 所讲的牛市在悲观当中诞生，在这个怀疑当中成长那还有一点呢，就是Rich 的 technical 技术分析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就算一只股票好，它有价值，它现在股价便宜，资金不来就是不涨，对吧好多时候我看好一只股票人家会来问七爸爸你不是看好的吗？怎么没涨呢？需要资金来才会涨，资金不来就不涨，对吧？所以呢这一次 Rich 他的技术分析非常好。技术分析在做什么？就是通过价格的变动和成交量的变动，大家写下来，这非常重要。价格的变动和成交量变动，我们来看资金来了没有？所以配合上它的这个技术分析，我的基本分析和大势的这个情绪FTP， 当我们看到3样东西都看到有一个买入的信号，或者是一致的一个绿灯了，开了3个绿灯了大家这个起码我们很多的同学都有信心的去做这个采取行动了，适当的行动了当然风险管理要做好，对吧？所以呢Rich 也是事先的看到技术分析里面看到这个资金来了我可以分享一下吧其实我们之前也是有一直跟踪一些股票的我们也是看到一些股票呢就放在我们的一些观察的名单当中，然后呢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9月19号就那一天星期四我觉得那一天美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它是宣布了降息降多少鲍威尔出来讲话对不对？大家有印象吗？那一天美股是正式突破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而那个时候我是观察到在我的那个名单里面我是长期追踪一些股票，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涨了很多的那些股票有一部分是中概股，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那然后我就去再顺藤摸瓜的去做研究，然后呢我在这个名单当中有一些好的股票我就把它重点的就写下来有一些没有不好的或者是它的技术分析技术部分技术面没有那么好的我就先把它放下来。但整体来说，我就是看到有很多的中概股都是有资金流到的这
这个板块当中。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的 GMP， 我也是跟同学们如果有 GMP 的同学，也可以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是见证着我也是分享了我当时候看到的一些现象然后我当时候也是分享了一些股票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也是一直有讲过的富途那奇葩也是长期的他在做基本分析的时候也是看到富途也是一家基本面很好的公司那再配合技术分析来看一下，就是上一张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那张图呢就是标普500那你可以看到星期四的时候它是突破了新高然后它是涨了大概1.6%左右但是呢，我观察到在我的名单当中最强势的一只中概股就是富途它是涨了超过15%那也可以说明就是那些春江鸭它是事先的流到了这些板块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观察到中概股它很有可能或者是很大的概率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劲的 momentum 所以我也在那一些 GMP 里面也是有讲到，我当时候做了功课之后看了一些中概股然后呢我就把它写在了我的名单当中，对，重点的去观察。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看一下这个Rich 讲的那几只股票那我这里解释一下其实呢机构投资者一会儿会给大家看到，机构投资者正在大量的买港股这个很重要，对吧？有些人问这一次的港股涨跟以前涨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涨了之后又掉下去了，这一次会不会像以前一样涨了一下昙花一现，还是这次是真正的一个大牛市的来临那当然没有水晶球Rich 整天说的我们没有水晶球，我们只能去判断这次大牛市的一个几率这个可能性有多少那几点呢是让我们看到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这里我们所看的眼光看到的我们会讲理由给你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光就是给你说港股会涨到4万点笑死人了港股会涨到4万点沈大师这样，那我们是给你看到我们看到的算的原理是什么最终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判断，每个人的判断会不一样，对吧那一会儿刚才我可以给大家看到，这次这么大的成交量，其实这一次全是外资，还没有到国家队的资金，没有到中国的资金香港的本地的人是在卖，对不对？大家自己想一想，股票涨了，你是在卖还是在买大家来分享一下，留言分享一下好不好？股票涨了这么多，你是在卖还是在买我相信大多数的散户小白普通的投资者涨了，看它涨了赚了钱了，都在卖，都在套现。那这么大的成交量星期五的时候港股有4500亿4000多亿4400、4500亿，谁在买所以呢是外资在买，对吧？外资在买，我们怎么知道所以呢通过技术分析我们来看成交量和它的价格的变动那我们再想一想，买的人他可能对的可能性多，还是卖的人对的可能性多，对吧？卖的人是谁散户了，赚了一点点钱要走了。买的人为什么有这么样的信心，大量的这么大的成交量把整个港股推高这么多？你说哪一个你要像赌卖的人对的可能性多一点，还是买的人可能性多一点欢迎大家留言好不好？我们今天互动一点不要就说去爸爸看了怎么样，就好像是沈大师说4万点就相信，对吧？我们来做个客观的讨论集思广益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我们这里这个也是看到的这个也是在我们 GMT 有看的一只强势股其中一只中概股它是有良好基本面的然后当时候呢我也是看到有一些良好的基本面那具体我看到什么可能我在这里讲你们可能听不懂那就是具体来讲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关键的阻力它有机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强劲的走势。它在10块钱的时候，我在我们的 GMT 会员区里面GMT 的同学可以做个见证我有额外的 post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叫 VCP 的突发
突破这个枢纽点 pivot point 所以我的 VCP 是跟 Rich 学的所以我是学生我看到了，我也在这个当然我是 fundamentals， 我是基本分析的我做过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我对这个公司的业务供应链管理有很深入的一个了解分析和了解，所以呢，当时我看到有个 VCP， 我也是在这个我们的 GMT 的会员区里面有一个马上的一个提醒VCP 大家去看了之后，对吧？当时是10.04块现在是到了14块最高好像14块以上了短短的几天所以呢就这个OK， 那我们继续了，今天内容比较多一点，反正对那这里也是如果你时光导流，你回到了8月25号的那一天直播那你听完了直播之后，你第二天开市的时候买那就算它之后经历了一些调整跌了一点点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能够让你去把握这些强势股但我们就不从最低点到最高点来看我们就直接从8月26号到现在其实已经是涨了大概16.5%已经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那其实七发法呢也是经常有说到的他并不是一个喜欢买指数的人并不喜欢买 ETF 买一篮子股票的那个人他也说到因为这一篮子的股票当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像什么阿里巴巴虽然这个最近确实也涨了很多但其实这一篮子股票里面也有其他比较差的股票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走势会拖累整个指数的表现。对，所以呢奇葩法他做的方法就是他透过基本分析去寻找在这一篮子股票当中最强势的那一只股票其实刚才大家看到好像我们经常这个讲 GMT 对不对GMT 当然我们是收费的但是我们就算是免费的直播，免费的 YouTube 免费直播，大家都在留言对吧？看到都是好多都是这个有收获有收获，每个人的收获不一样那我们刚才那个看到就算这个上一次的直播8月26号的25号的直播，星期天的直播免费的，对不对所以记得要分享出去。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借花献佛，对不对？把好的东西分享出去，鼓励我们继续出来，要不然我们做了之后好像没有人受益，没有人这个有收获，好像有点这个或者收获的人不多，好像就没有这个动力再做下去了，对不对？我们都是免费做公益的，对吧？还要花了时间来做这个公益，对吧？你就算看了我们的免费的直播到短短的一个月短短的一个月 16.5% 的涨了，对吧？但是 of course 刚才那个 Rich 也讲我们要优胜过普通，我们不要做普通，我们要好过普通。什么是普通整个大势就是普通，对吧？所以他刚才说就是这个不要买指数好多人来问能不能买这个 ETF 那个 ETF 指数我就问了，对吧？我经常跟 Rich 说如果你有个孩子把他送去学校，你会不会跟他说Rich 你就考一个 C 就可以了班里面你就 average 平均就可以，平庸就可以了，肯定要考第一啦，考不到第一第二啦，考不到第二也要头3名啦，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知道七爸爸最看好的美团，第二看好的富途，第3看好的小米有点让我失望但也算是跑赢大势，对不对雷军当然这个小米这里只是1个月小米之前涨了好多过去1年，如果你用1年来看的话，小米雷军还是涨了好多的，只是在这1个月，因为它的好消息是比较前公布了它是4月份的时候才只有13、14块，到现在21、22也算不错的那我就开玩笑，好像这1个月小米有点慢了，这个舒期充电好像电没有了对不对？但之前也跑了好多你看到很多人都在问腾讯怎么样腾讯跑输掉的，对不对？腾讯也不错，股王，香港的股王，但是我们看好的头3位都是跑赢这个大势的所以大家也写下来我们要有志气有志气要做头1、头2、头3名，
不要做一个 average 啊，所以不要再问我能不能买也这个指数了啊。那好了，我觉得这个月你真的有一些羡慕啊，就是这个月你好像又很少做直播，对吧？很多时候都是我来做直播，你来做的。然后这个月我看你也好像这个把时间花在工作的那个时间也不是很多啊。没有。那为什么你能够做到有这样的成绩啊？就算他花了很少的时间他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其他事情更有意义的事情。但为什么你还能这么成功你可以看到你今年有这么丰厚的回报，不是今年这个月这个月这个月 OK， 今年更不止了，这个月。那为什么你能够做得这么好呢？其实我觉得首先要讲讲为什么我又去，好像8月份到这个非洲去玩了2个星期，9月份到日本去玩了2个星期，对吧？因为我这里想分享不光是股票赚钱的那个知识更加是什么样能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的一个智慧讲智慧可以吗？致富，对不对？我788其实致富88先有智慧再有财富的，我觉得智慧比财富更重要，同意吗 ？OK， 那我个人觉得呢，人生有3样东西是不能等的第一个，学习不要等。为什么学习不要等你考虑一下，为什么学习不要等？你不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你不是在学习的话你就是就慢性的死亡有一句类似于这样的话。If you're not learning or growing, you're dying， 对不对？你不学习所以我妈妈84岁还在学习你不学你就会萎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早学早成功，早享受，对不对？迟学为什么要浪费人生，对吧？早学了之后你成功了之后可以多点玩更加重要的第3点你不知道大家想猜一下吗？你也不知道你猜一下为什么要早学？要不问一下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要早学习？快点写其实呢，年纪大了之后经常会忘记难怪我不懂。我到日本去30年前学了1年的日文，所有学过的东西还记得勉しました17年勉強しました还懂对不对？现在我问了那个翻译那个老师这个辛苦了怎么说他讲完之后5秒钟之后又忘了，再讲一次5秒钟之后2个星期都没学会，辛苦了怎么说日文我都忘记了什么サマでした前面什么有吃了卡伊サマでした好像全个2个星期就学了一句话，好难对吧？有没有讲错我都不知道，30年前全记得，对吧？所以早点学就更好这是第一点那投资为什么不能等时间是你的朋友，对不对？复式的增长越滚越大，越滚越轻松，你的基础大了，钱多了，对吧？有人说哇你就好了，这么多钱了，什么赚了1000多万，因为我的本比较大3000万，你的本就好了，这么多的钱在股票里，为什么？因为我21岁开始22岁开始学习了，对吧？早点学习所以 Rich 很好他是10年的投资经验，刚开始他输过钱，刚开始我输清光过2次，后来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所以投资不要等，因为时间是你的朋友，越早越好，对吧？第3个是最重要的，陪家里人不能等比如说陪小孩子不要等，为什么不要等以前陪他去学功夫啦，去玩啦，现在他有他的自己的兴趣了，他有他自己的家里了，有老婆了，不陪爸爸了，陪老婆了，对不对？现在我跟他3个月都可能没有打过1次牌，没有下过1次棋，没有出去过1次，除了工作之外所以这个不能等，对吧？你有个 AI 机器人可以跟你下棋，现在只能跟商汤机器人下棋了，对不对？有没有同感小孩子长得很快，一长眼原来已经结婚了第2个老婆不能等就是要陪老婆不能等，为什么？考你了，为什么不能陪老婆不能？你现在有老婆了，为什么陪老婆不能等我觉得我回答错误的话，可能当然还是观众朋友们回答一下吧。最重要。你不陪老婆，老婆走了，跟人家走了，以后就不能陪了，对不对？所以陪老婆不能等第3个陪妈妈不能等，为什么陪妈妈不能等这个答案很简单，是不是因为我会老
之后我玩不动了啊，我妈妈84岁，身体还很好啊，我已经是哎呀玩不动了，对吧？啊，所以呢，年纪也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大啊。除了我年纪大，我妈妈也在大，明年她85了，后年她86了，对吧？所以这3个都不能等啊。好了，所以呢，快点赚多点钱。第4个，社会在改变，以后 AI 了啊，这个香港的经济也不太好了，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太好了啊，所以以后还是要靠投资来赚钱啊。我这次去学做菜。做不完，做不行啊！开餐馆我不会啊，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靠投资啊。OK 那我们刚才就是给大家问了一下大家你们最想听哪一个啊？那我也看到很多人也是想听5个利好中港股市的一个因素啊。那我也看到现在马上接近1000人了那我们看一下能够达到1000人这个里程碑，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好不好？叫多的人来。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分享一下为什么5个都要讲吗？讲4个好不好？还是要讲5个？时间不够没关系啦，你讲5个，我尽量讲了啊。头2个就很快讲得很快啊。第一个降息，我们之前拍过 YouTube 视频了，对不对？解释过为什么降息是利好股票的降息利好股票，但是降息的同时就是代表经济放缓或者经济衰退是不利股票的，所以降息有可能是利好股票，也有可能是股灾或者是一个股灾的发生所以呢，降息这个大家要小心。但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要专注在港股和中概股？因为美国降息，美国经济放缓，相对香港和中国的经济这个不是那么直接的影响有点影响了，但是不是那么直接的影响。而且呢是这个现在全球的资金都是看一样的，对吧？全球的资金看到美国的经济不好，他们也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是最差的之后我们会讲到那现在全世界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中国的经济这么差，所以它有不同的政策出来之后应该不能再差了吧，对不对应该会好了所以这是第一点。 OK， 那第2点呢也是快点讲，因为之前讲过几次大家有兴趣不知道但是有兴趣看的话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 YouTube。 OK， 那这里呢讲到这是全世界只有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独有的今天有一个人来问我，除了香港和中概股之外，还有没有第2个股票市场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我想不到我想不到，你想到的话可以欢迎留言分享为什么是港股和中概股特别好呢？因为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或者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赚的是人民币，但是买它的是港币或者是这个美金，所以呢一旦这个美元疲弱，降息会使到美元疲弱，美元疲弱的时候这个相对这些股票赚的人民币就多了又有另外一个网友问了那港币贬值了，美金贬值了那不是我们买了股票就算赚的钱也贬值了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买一家公司是买它未来30年或者未来无限但是超过30年之后，因为我们要折算 discount 折算到今天已经是不太重要了，对吧但是我们起码买它的是未来30年所赚的钱所以这个货币贬值美金或者港币货币贬值一定不会像那个人民币升值的带来股票涨的那一个幅度多因为股票是赚未来30年前，虽然有个折现，对吧？有个折现到今天这个价值，但是你是折现很多年的一个未来的赚钱所以呢这个也是港币疲弱的话，美元疲弱的话，会导致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上升这是为什么我觉得降息之后港股和中概股一枝独秀外面没有人这样解释给你听，是不是我解释给你听，因为这个是找不到第2个地方了真的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来港股和中概股。 OK， 好，第3个，这个星期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
利好政策啊。当然这里没有时间给大家一个一个分析了。上一次的直播啊 ，Rachel 讲过，我们的 GMT 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过，对吧？这个政策我们2个星期前8月25号的直播不可能猜测到的、预测到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看2023年的12月15号，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国会不断出这个利好的政策啊。这也是有人在问了啊，这一次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啊？上次好了之后又跌下来了，对不对啊？那第一个，我们虽然预测不了这个星期所出来的利好的政策，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预测到，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内房啊，问题越大，大家写下来，这个很重要啊，问题越大，解药一定要解药，对吧？解药越猛，结果反弹有个滞后的效应，当它反弹的时候，也会是最大力的。OK， 所以我们预测不到这个星期，但是中国不是第一次出这个政策，对不对？那这一次政策如果再不行怎么办？还有下一次啊，只有一次比一次强。OK， 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中国政府还有欧洲的央行这3个地方是它完全有能力把这个经济通过它的政府的政策不管是这个货币政策或者是财政政策，可以把它搞上去的啊！你对国家有信心了，这个对国家有信心，对吧？这3个地方美国、中国还有欧洲的央行这3个地方要搞的话，一定会搞上去，其他的就不保证了啊。委内瑞拉就不保证了，好吧？哇，1000人了啊！那大家想定要搞哪一个讲哪一个股票了啊？好，第四个利好的政策这个利好港股的就是港股太便宜了，这个中概股太便宜了，对不对？之前大家都知道港股很便宜中概股很便宜为什么不买远离港股珍惜生命，远离港股港股弱势往下跌对不对？再便宜明天会更便宜对不对？这么便宜还不买，明天会更便宜大家都在讲明天会更便宜，走去炒美股这个是 Rich 对不对？走去炒美股当然 Rich 是代表我们 GMT 同学在看美股他也有看港股的 OK。 那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的很便宜，所以现在资金一转变，如果是进入一个牛市的话资金很快就回来了人是很现实的，对不对随着在等还在下跌，明天更便宜，随之在等，但一旦改变了，明天要比今天贵了，今天就会买了，对不对？今天买了，明天就会更贵了，明天更贵了会吸引更多的人来买股票是这样的，股票和楼都是这样的，越贵越多人买，越便宜越没有人肯买。OK， 所以是换过来的那港股因为它便宜，对于机构投资者或者长线的基金经理或者机构投资者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不会涨一点点就贵了，涨一点点就是价值投资法就不便宜了，没有价值了，对吧？他知道因为很便宜，一旦这个趋势改变的话，未来这个牛市会很漫长，而且涨的幅度会很大。OK， 你举个例子现在看好美股敢买吗？很贵了我们之前也讲过，要买美股一定要中短线，因为随时会改变，已经很贵了。一旦跌下来的话，因为它很高，跌的空间很大，对吧？港股以前我们说是投资者的天堂，因为很便宜，什么时候涨我不知道，对不对？但一旦涨了之后，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涨的slope 坡度而且是慢慢涨，会涨很多，所以这个会吸引很多的长线的投资者所以现在有好多的这个长线投资者已经是进来了，比如说 Howard Marks， 他是非常著名的价值投资的不便宜他不买的，而且他买了不会说赚了 15% 就走了，要获利离场了，他起码要翻个倍的这些人所以呢港股便宜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好吧？那第5个就是现在终于等到资金回来了现在高盛、大摩还有这个对冲基金泰坡
都是高调的在告诉你这个太坡啊，讲buy everything， 闭上眼睛买中概股啊。他讲了之后啊，你现在去 YouTube 看一下啊，之前谁都说中国经济崩溃啦，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啦，他一讲之后，现在 YouTube 上面好多人在讲哦，现在外资要买啊，美国的投资者在看中概股啦，在看中国的股票啦，越来越多人在讲了，你去 YouTube 看一下，对吧？所以我觉得股票跌的时候，谁都疑神疑鬼啊，这个是不是不行了，那个是不行了。股票涨的时候，当然会有人怀疑啊，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那么样的啊？是不是像5月份一样啊？是不是像什么时候一样啊？对不对？但是更多人会讨论，吸引更多的资金啊。所以呢，这幅图我在这个2024年2月份，今年的年初的时候。给 GMT 有讲过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直播的时候也有讲过，对不对？当时我就指出来了Howard Marks、Ray Dalio， 包括Charlie Munger 当然过身了啊，还有这个 Michael Burry 啊，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 Michael Burry 头10个股票里面有5个是中概股啊，而且这5个占了他的50%的。portfolio 这资产价值 ，Michael Burry 嘞，他的眼光是什么眼光啊？他是大空头里面看准了08年次按危机的那一个人呢，他的眼光这么厉害，一早是重仓中概股，这个时候人家还在珍惜生命远离港股的时候，对不对？这就叫隐身阶段。所以呢，上一张 slide 的时候说。这么高调的告诉你，我在买中概股了，我在买 China Everything 了，会不会这么笨啊？他要买的话，会不会告诉你我要买啊？对不对？这个股票涨上去，他不是买贵了，是不是啊？他肯定已经是全买好了，有道理吗？全买好了，他才告诉你，对吧？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幅图里面到了哪一个阶段？到了媒体的关注点 ，media attention， 媒体的关注点，是不是啊？你再看一下媒体的关注点，再往后推的话，我们可见的将来的话，这个是沈大师啊，不是我啊，不要说我啊，我不是大师啊。OK， 所以呢，媒体的关注点之后，散户大众开始兴奋了。开始 enthusiasm 了，到最后像现在美股一样开始贪婪了，天天都会涨的了，对不对 ？Magnificent Seven 天天都会涨，这个斜度这个涨幅和它涨的一个那个时间点有多大？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了，对不对？那你说5月份涨过，5月份涨得不错5月份涨过，后来5月底开始到8月。又跌了3个月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就是这幅图，所有的都在跟这个乐谱在走跟这个剧本在走，对不对？我们现在是 media attention， 往前推一点点，是不是一个叫熊陷阱 bear trap 熊陷阱？一跌下来了，人家又说了港股垃圾了，中概股了，西概那个概了，远离港股了。哎呀，你要悲观的话，你卖掉的话，这真的是最近收到一个网友的那个留言，他说很感慨，没有认识我，没有认识七爸爸，在最悲观绝望的时候把腾讯卖掉了，希望腾讯当然不是最好，但也很可惜，当时200多块把腾讯卖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叫熊陷阱，你要悲观的话你就死了 ，OK 所以呢，我给大家看这一幅图，不是我发明的，100年了。100多年内，你在不同的地方都是跟着这一张图在走了，不断的整天说了对吧？历史不会重现，会怎么样？会押韵，因为为什么？人性是没有改变的 ，OK？ 所以呢，给大家看到我们在哪里那好了我又是用了 Rich 最近这个教的我学了他的那个 RTA 这个 Rich 的 Technical Analysis， 我觉得 Rich讲的非常容易明白，我都明白那他讲过里面把股票分成4个阶段 ，OK， 所以呢，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时间有限那我们看到现在是进入了第2个阶段 ，Rich 我没有写错他没有看过我写的这个留言
我不知道下面的留言怎么样，每个人意见不一样，没时间看了啊。但是呢，到了第二个阶段是大量的资金进来的时候，对不对？长生长有的时候，所以Rich 教的我是比较有耐心的，但是 Rich 教的就是要即食麵啊，马上叫马上吃的快餐的，对不对？在第二个阶段不是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你捞底的话会越捞越底。第一个阶段的话，你会等很久等了之后，奇爸爸，你不是看好的吗？怎么还没涨啊？对不对？怎么还没涨啊？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所以美股是现在美股是不是第二阶段末期还是第三阶段？不知道，反正还在一个第二阶段，还在一个第二阶段，对吧？所以美股已经享受了好久的一个第二阶段，只是现在不便宜了，对吧？所以买美股也有它的好处，还在第二阶段。那现在港股还是很便宜，又到了第二阶段了你可以说是这个又便宜又第二阶段，还是又贵又第二阶段，你自己就是选择了，对不对？所以呢，到了第二阶段的话，会是大涨小回，一定会跌的don't worry一定会跌的，对不对？不会每天都涨的。过去一个星期的港股是一个特别的关键时刻，对吧？但是一定会调整的所以呢，一调整你就不要说，哎呀，逃了，最后逃生门了，是个大涨小回，大涨小回的我的预测有可能错的做好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我有可能错的沈大师不会错，我是有可能错的，对 ，OK， 好了，那所以呢，因为港股现在已经涨了一点点了一个月前闭上眼睛吧，对不对？这么便宜那什么时候涨我不知道，但是闭上眼睛吧，对吧？现在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了已经是不便宜了，但是好处是到了第二阶段不用等那么久了，对吧？但是呢已经有点高了所以呢具体的我有3个投资者策略，刚才有人说是要几个，时间还够马上就讲5个策略，没有，只有3个，对吧 ？OK， 我们一会儿还要留时间讲那个大家问的一个股票好，第一个我首先没有讲第一个之前呢，先讲一讲我们的看法首先呢，港股的确在一个星期之内涨了蛮多的如果你看 RSI 已经到了85我老花85了，对吧？RSI 85已经是超买了 ，OK。如果再用另外一个指标叫保利加通道的话，这一次的保利加通道这个已经是超过2个 standard deviation 严重的超买了之前也没有那么严重超买，现在是严重的超买了，所以呢，短期内很有可能有个调整，而且这个调整可能是调整的很快、很深的一个调整，因为它涨得快。跌的时候人家也会恐慌，会跌的很多，对吧？所以你要不懂的话高追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人家现在问了还能买吗？我觉得现在买有一个风险，就是比较高了但是现在呢是做功课的时候如果有调整的话一定会有不是如果，一定会有调整我觉得我们要等待调整，好吧？那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有哪些可能使到港股会有个调整我们了解了它的原因之后，那我们会更加密切的留意，一旦发生的话，我们会赶快知道调整来了，赶快做适当的措施所以第一个，股票不会每天往上涨的，对不对过去4天每天往上涨这是一个特殊的期你要错过的话那就可惜了，对吧？但是呢，相反来说不会有往上涨的一旦跌的时候又会有止损又会有恐慌啦，等等等等啦所以呢，这个熊陷阱也随时会发生的之前我们5月份到8月份也看过一个蛮大的熊陷阱刚才那幅图只有一个熊陷阱，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保证只有一个熊陷阱的，很有可能有2个、3个、4个所以一路往上走的股票里面肯定会多次出现调整。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楚到底是真的是涨完了，还是只是一个短暂的熊陷阱所以要不断的还是要懂得怎么去看这个市况所以技术分析或者基本分析都会需要的第二个呢
很多人以前买了港股被套住了，散户典型就是怎么样，套住了就不看了，一解套了啊，100块买的跌到70块啊就不肯走了，一涨到101块，哦，有钱赚了哦，快点走了，对吧？啊，所以呢，解套的人会走。相反来说，100块买的涨到115块，哎呀，已经睡不着觉了，要卖走了，对不对？不卖走好像是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啊，手狠啊，手痒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些解套盘、获利盘会出现，使到这些但是你想一想，对吧？4400多亿的成交量，外资在买，谁在卖？对不对？就是这些散户了所以呢，慢慢的消化掉了就会好了，继续往上涨了但是没有消化掉之前，或者它继续涨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解套和获利的selling 的卖盘出现，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调整的出现了第三个也要小心日本选举有了个新的首相，这个新的首相是比较鹰派的，日元马上已经涨了如果日本是开始加息，加的比较多的话美国在降息，日元在加息，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其他的 YouTube 里面也有解释过，什么叫日元的利差交易和拆仓。如果是拆仓的话，这会引起全世界的股票的震荡，不光是香港，全世界都会震荡，这个时候也会牵涉到港股有一个调整第四个，当然美股这么高了会不会有个调整？特别如果是美国的经济开始衰退或者放缓的话，美股真的有机会会调整，美股调整也会影响港股。OK， 第五个，美国大选11月要大选了，新上来的总统两边都不怎么好，对吧？对中国都不太友好，这个整个现在的美国的政治文化都是要对中国友好好像硬一点，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新的总统上来了，有没有对华的政策有一些硬的政策出来我个人觉得是之前已经蛮差的了但是不排除之后还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 OK。 那当然第六个就是看不到的黑天鹅，今天还没看到黑天鹅可能随时会发生 OK。 所以呢，港股不要以为这个每天都会上涨，每个星期都会上涨过去一个星期是额外的 special moment OK 当然我们预测到了把握到了是很开心所以呢，第一个具体策略一定要找强势股，或者我的是10倍股，它的是强势股，这中间有一点不一样10倍股是看它在未来3到4年5年比较长线的有能力有潜力涨10倍的股票所以用的很多的是基本分析，特别是这个商业的模式啦，比较早期的成长啦强势股呢是资金正在追捧的可能比较中短线的，但是已经明显的有资金在追捧的10倍股肯定资金没看到不然的话不会涨10倍这么多，对不对就是因为资金没有看到，市场错杀了或者看漏了，才有10倍的潜力当市场已经看到了正在抢它的时候，这就是强势股两个都好所以呢，你要学强势股的话，你是学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他那里要专注就是帮你找强势股如果你要找10倍股的话我有一个10倍股的投资秘籍，第一课免费给大家听的我们总共有21天第一天22天把第一天连在一起的话22天那你听了第一天之后的21天，你可以考虑继续学习或者不学习都可以，无所谓 OK。 但是呢这两个帮助你会找到强势股或者是10倍股。为什么找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大势的调整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调整出现的时候，强势股这个10倍股，对吧它起码可能抗跌能力抗跌的能力会强一点或者调整不出现，或者你用长远的来看，股票市场是一个牛市，中间虽然有调整，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这个时候10倍股或者强势股的话会跑赢大势，所以你这个直播率风险和回报的直播率 risk and reward 这个 ratio就会相当的 favorable 了，对你有利了所以投资股票一定要找10倍股或者是强势股OK。 有没有补充？没有 OK。 那第二个策略就是
不要盲目的去止盈啦 ，take profit 啦，只赚了，不同地方叫不同的名字啊，赚了一点点钱了，赚了15%了，不要20%了，赚了100%了，也有可能会赚10倍的，对不对？你赚了100走了，追不回来了，特别是强势股追不回来了，那以后涨10倍你就没有缘分了，对不对？那 Rich 的那一个 RTA 里面教的非常好啊，这个他的那个技术分析课程啊教的非常好，真的大家拜托你一定要上他的技术分析课了，他现在还给了这么大的优惠折扣，对吧？拜托要上他的课程啊，不是说我要赚你一点点钱，你看到我刚才一个月都赚了几千万了，对不对？1000多万了啊，你的那100多块钱这个拜托了送给你的好不好？为什么你要上？是对你有好处，对吧？你要太早的卖走了，眼巴巴的看着美团继续上，看着 Nvidia 继续上，看着什么股票继续上，多可惜啊，都不止那100多块了，是不是啊？那 Rich 教的就是2个策略啊，怎么样能够看卖出的信号，不要太早的卖走了，你太早卖走了，它一直涨，多可惜啊，对不对？如果美团115块涨到130块你走了，涨到135块你走了，已经不错了，现在160块了，对不对？只是一个星期，富途涨到75块走了，现在85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最可惜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太早的去 take profit。啊，我们要看的是有没有信号的出现，信号出现之后又要果断了啊，那你不果断的话又会跌了好多啊，所以如果你能避开大的调整，但不要太早的走，这就是技术分析最有用的一个应用了啊。好，第3个策略就是你不要太早的卖，而且如果调整发生的时候，你要在一个对的位置把握到啊，因为一旦调整啊开始了啊，很多人的自然反应就是哎呀玩晕了，完蛋了 ，game over 了，快点走了，调升门了，止损了啊，反而是因为应该在这个时候看到把握到这一个买入点啊，这里又是 Rich 是的那个技术分析非常棒的地方，对吧？我的基本分析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这个买卖信号不一样。对吧？我不看信号的啊，就是我的那套方法不看信号，但是学了他的那个方法之后，他真的是很精准的。这是几个他之前的例子，对吧？很精准的，哎，正好调整了一下，又上买对了地方又上去了啊，不是说每一次都会买在最低点，不可能啊，但是你的胜算会多了很多，对吧？所以3个具体的策略啊，好了，讲点具体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啊。OK， 那这些其实都是最近的2期的 GMT 啊，也是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的 fresh 新鲜，这个是9月20号，当时候我看到的一些中概股，然后呢右边的图表就是最近我们刚刚截图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星期里面，其实港股啊，或者说是中概股吧，因为有一些是美股上市的啊，那你可以看到是有一波很强劲的 momentum 啊，然后呢当时候我在 GMT 也是有讲到啊，有一些信号出现，然后可以有一个短期的机会那第一个呢这里也是重点的来讲2个重点啊，第一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我在我的这个课程里面也是有讲到的，我也是用了我在我课程当中所教的东西而现在只是作为一个现实real time 的来分享给同学们，然后呢来做一个学习的例子所以如果你听不懂什么是枢纽点或者是你听不懂看不明白这些支持位阻力位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去那个课程里面自己去学习那当然你自己学习，你的那个学习的进度会慢一点而我自己呢也是在 GMT 里面也是有做一个实时的来分享那应该怎么样去看或者是我每个星期会留意到什么机会这些都是会有分享的那好了，我们回到这个例子里面那第一个我当时有讲到的富途，而富途呢你可以看到它一个星期之后就已经涨了大概31%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走势对，我看一下下一个是涨得最多的这个是哔哩哔哩那同时这里也是我看到一些关键的
一个阻力的位置啊，它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啊，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劲的一个回报啊。那你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也是涨了很多啊，涨了超过40%几啊，49%啊，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走势啊。那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上一期有讲过的其他的股票啊，也是有记录的啊。第三个京东物流。这个例子呢，刚才在前一段时间的直播里面也是有讲到啊，那当时也是有讲到这些例子啊，那你可以看到，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搭在一起的话，你的信心就会增加，对不对？不是说100%会中，但是你的信心会增加啊。你只要中的次数比不中的次数多，中的时候它叫4-2，就是赚的时候赚4次。亏的时候亏1次，风险是亏1次，但是赚的时候赚4次，但是你赚的机会百分比要比输的要多，这个时候你就长远来说你就会赢了，对吧？所以有人会问什么叫4-2，就是你要赚亏的那个风险的4倍。就举个例子你输的话输1块然后你赚钱的话赚4块，而且你赚的机会要大过输的机会，或者起码要一半一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应用OK 第4个就是美团刚才新发板也是讲到了，它有非常强劲的一个基本面包括每一次它出了业绩报告之后，新发板也是非常深入的分析到了一些市场上面没有看到的一些重点那我也是最近我看技术分析的话也是最近看到它有一个枢纽点的发展。然后在最近突破之后，也是涨了超过30%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基本分析也好，或者是技术分析也好都是可以去使用的或者是你两者并合一起去使用也是可以的OK， 那我们够1000人了大家想听什么股票在留言区留个言，我们队友帮我们统计一下那在这里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听了一个股票号码就去买就像开车子，你看我在开一辆车，你去开出了意外，那就麻烦了，对吧？美团虽然好，你买在高位，要走的时候不走也是危险的所以任何股票你要不懂的话都是危险的。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先学习 ，OK， 先学习，因为你是赚不到你认知圈以外的钱的不学的话，迟早会输这个字，不要它输，迟早会输的，对吧？就算你这次幸运的买到了但是下次不懂得走的话，还是迟早会输的。OK， 那这里呢不是要卖你课程，因为我们有些是免费的第一个这个我们最左边的那一个是投资10倍股的秘籍如果你是要长线一点的基本分析的话就是也不用看那么多数字，但是有个生意人的眼光来找10倍股的话那最左边那个课程是可以考虑的第一课免费给大家，里面已经讲了10个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你只要改掉几个，你的投资成绩马上已经不一样了。免费现实免费不是永远保证免费，送给大家。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可以考虑之后的21天，好吧？这个就像骑自行车你自己 DIY第二个 Rich 的那个课程，我觉得 Rich 的课程非常厉害，因为它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就是把这个出入通过你的成功的低买高估的话赚到你的是吧启动资金所以呢，如果你是年轻人资金比较少的话 ，Rich 那个课程也是非常好。我们这个课程价值一定是超过$1000的现在打了一个 crazy 的疯狂的折扣它正在录到第12天，对吧？13天，我们总共有21天，所以已经录好一半了，应该收你一半钱了之后的那个就送给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更改，我们还来不及更改，他忙着在录课程，没有改价钱，所以现在还是100多块快点去把握机会，好吧？第三个是高铁。
我们每个星期五高铁都开动，对吧？载着哇，我们的同学满满的同学一起去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去寻找机会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其他的课程是开通给大家的只是讲一句我们比如说选股五部曲啦，那个股神集训班啦，还有那个致富股票，这些都包了给大家但是呢。左边的那个投资10倍股投资秘籍和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是不包的 ，OK， 因为这2个是独立的，你可以 DIY 自己学的当然了，我们带着你的话，我们在平时的每一周的指导里面，你也能学会，但是这2个课程是不包的 ，OK。好，那另外有一个，其实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因为要照顾到现有的师兄师姐，我们已经是把 GMT 关掉了，不开了不对外开放。不对外开放了，不收新的学生了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也最近今天才考虑短时间的开一次，2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10月1号就是第4季度来了，对吧？第4季度来了，我们有一个机会来给大家开一下，马上进来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未来的机会很大。你不来的话，你错过卖早了、卖便宜了，或者是恐慌了没有把握到机会，差了太远了所以我们还是愿意给大家进来我们上个星期五的 GMT 就是2天前讲到11点半以后我们每一次都是额外的给价值的额外的给，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机会那你进来的话。拜托来好多的地方10月1号是有假期的，包括香港中国大陆都有假期的，不是每个地方有假期。你进来的话，包括重阳节，你的假期里面花点时间看一看我们最近几次的 GMT 最近几次的 GMT 里面讲了好多的股票，讲了好多的机会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整套致富股票。过去10年的这教的东西整理了，变成致富股票，还有一个股神集训班对于一个初步进来的人，麻烦大家放假的时候把这2套课程看完，然后我们每一周来看机会。你没有看这2套课程之前，我不建议大家买任何股票我们的 GMT 每一周开始的时候都这样说的，你没有看这个致富股票和股神集训班的话，我不建议买任何股票。现在我公开场合也是跟你这样说，好吧？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讲一只股票了，大家要想问哪一只股票了我希望我们讲了之后，你没有看过致富股票和股神集训班的话或者没有进了 GMT， 你就算进了 GMT 也要看了致富股票和股神集训班，我才建议你去买，要不然你不要买 OK， 我建议你不要买OK， 虽然我这里会讲一只股票不要买好，我们马上看一下最多人想听的是哪一个，好吧 OK 那当然我刚才也看到有一些或者是之前也是有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齐发嘛，你赚了这么多钱你今天也公开了你的那个仓位一个月里面赚了1000多万，那你赚了这么多钱了，你为什么还要收学费呢第一个为什么还要跟大家讲闷声大发财不好吗？对吧？这次我去日本我都不知道这位同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看这个直播我都不知道他的同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东京看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我以为他就在东京我就说我们可以吃个饭，结果他是从新社是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新宿不是新社那不是新宿。要乘高铁新干线要乘2个小时，还订了 Ritz-Carlton 的顶楼来跟我吃个午饭，很感谢。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右面那些都是来感谢我的。有一个同学他是过去7年一直跟着我，哇，我都不知道他跟了我7年了，来感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我没有能力去送外卖啦，我没有能力去做菜了，我这次去东京是去学做菜的，结果我发现我不是这个材料了，对吧？但是我有能力来这一方面通过我的眼光啦、经验的分享啦贡献给大家一下这是我的一个这个事业了
不光是赚钱事业了啊。那既然是事业，为什么还要收费呢？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有免费的 YouTube 你可以看啊，免费的直播你可以看啊，对不对？免费的那个60多分钟的第一课你可以看，是吧？但是我觉得，付了费之后，你就是我的客户啊，这个相对你能收到的价值啊，你的学费是很少很少的那我的焦点，我更想要的是，我们整个队伍的焦点是放在如何帮你创造更加大的价值，帮你创造赚更多的钱，避开更多的股灾，对吧？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启发等等等等啊。那还有一点就是，你不付费的时候啊，经常我说的，那我都不用管你了，对不对？我是做善事的，我给你了都不用，但是你付费之后，你就是我们尊贵的客户，而你给我们的学费。很大一部分是拿来做公益的，就是拿来做免费的直播啦、视频啦 ，YouTube 每次的视频，我们背后的制作都是很昂贵的，对吧？都是收了大家学费来整个普及财商教育啊。外面很多假的账户叫大家骗大家的钱，对吧？所以我们收点学费，就像你要乘高铁新干线到京东你要买票子，不买票子怎么能上高铁，对不对？印度的火车可能免费可以爬上去，但是印度的火车带不了你去京都了，对不对？可能带了你去柬埔寨了，对吧？真的哇，我们的 WhatsApp 群组免费给股票号码，你进来从来没有人退群，你千万不要上当，因为他们是在柬埔寨发信息给你的我们这个外面的假的账户太多了所以有缘分大家真的跟好的老师学了，就这样，好吧？好，哪一个股票我们看一下？新世界新世界最多是吧？OK， 新世界呢是这样它最新公布了业绩，也是最新公布了它的人事变动 CEO 的变动那我去讲几个重点第一个新世界的现在的经营呢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它的业绩报告是非常难看，亏钱啦也是借贷的成本很高啦，借了很多债所以这个业绩报告出来是不漂亮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股价是很低了低的不得了了非常非常的低了所以业绩报告不好，但是股票又很便宜，对不对？所以 cheap 第三个我觉得短期内对它的股价可能有一个好处的有2点第一点，因为它借的钱很多，所以美元疲弱，美国降息对它相对来说，它很多的那个70%的那个物业是在中国大陆的，所以它其实是赚人民币的，对吧？第二个，降息的时候，它借了很多钱，它的利息的财务的支出已经把它所有的赚的租金啦、卖的楼的钱啦，全部已经亏掉了但是利率在降的时候，对它是有个转机。最重要一点，现在这个股价不仅仅是因为它业绩差这么低，人家以前是怕它会违约或者它会倒闭那这次出来呢，或者它会供股所以这次出来呢，它没有供股，也看上去不会倒闭所以这个股价是星期五的时候是涨了20%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把新世界搞得这么差的那个 CEO 郑志刚第3代、富3代，对吧？人是很有理想啦，做善事啦，做公益啦，搞艺术啦，就是不懂怎么赚钱，把股东的利益搞了一塌糊涂，把股价搞了很低很低，对吧？很有崇尚的理想，做善事、做慈善、搞艺术、鼓励艺术，但是股东要赚钱了，对吧？所以他的辞职也是对新世界这个股价是利好的第4个香港为什么经济这么差，没有人来？因为港币跟美元挂钩，美元贵，香港来很贵了，对不对？我们为什么去日本玩日元便宜了，但是现在日元开始涨了，港币开始跟着美元跌了如果港元再跌多一点的话，大家可能来香港玩的人又多了所以这个对香港的经济也会好
这样的话，它的 K11、K11就在维多利亚港的这个附近，它的那个会展中心啦，都是不错的，包括机场旁边还有个 Sky11所以这个香港的经济好，对新世界也会好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它的很多的不利的因素已经是在股价里了，但是这只股票要小心因为它是高风险，可能有高回报，但是绝对也是高风险的，好吧 ？OK， 好，那这个股票讲完了感谢大家有个问题就是第是接触你的，然后他想问一下，这个技术分析和10倍股到底有什么不同 ？OK， 那技术分析technical analysis 是通过一些统计学当然他教的时候会具体的看怎么样的信号，现在已经把这些统计学通过不同的 APP 已经是有这些技术的指标能看了那你只要能看到什么数字代表什么，什么东西代表什么，就是有一些买卖的信号给你做参考了 OK， 但是这个公司做什么生意它的竞争策略是什么样，竞争优势是什么样不牵涉到的，对吧？我的那个10倍股投资秘籍呢就是因为你要看财务数字的话，其实已经反映在股价里了我更加倾向的是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也是做过咨询顾问，对吧？我看一家公司它的竞争能力，它的领导力，它的商业模式，它的这个行业好不好，产品怎么去看从这一方面来找出未来的这个能够成长成为下一个 NVIDIA， 下一个美团，下一个这领导的下一个这个垄断的股票所以是找未来的明日之星。那从一个小的公司变成明日之星，中间就会涨10倍以上了所以是基本分析，也不算是完全的财务，但是更加着重的是商业模式这些所以两个一起配合来做的话，如果这个当然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叫选股5部曲的一个框架所以选股5部曲框架，第一个牛熊周期，对吧？我们看到港股今天有分析过，港股进入了第2个阶段到了那个牛市的开始，现在可能是牛2或者牛1的末期，或者牛2那所以这个选股5部曲的第一步牛熊周期美股可能在牛市的成熟阶段了那第2个就是这个暴升的板块行业和板块，第3个是龙头的企业，优秀的企业，到了第4和第5个就是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的买卖所以呢我的那一个基本分析基本上是用在第2和第3个阶段第2就是看板块行业板块，第3就是看个别的股票所以是个 what 哪一个股票哪一个行业 what它的那个是 when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所以是第4和第5步当然还有第1步，第1步我们2个都有第1步我是宏观经济和市场的情绪，它是看技术的分析所以是选股5部曲5个部分一步一步来做非常有框架的，好吧？谢谢你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谢谢你OK Desmond 应该是老朋友了，我经常看到你的名字的谢谢你的鼓励好那我们今天就时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宝贵的时间和参与，今天很多人互动很多那没有报名的赶快把握机会难得，对吧？我们每次都这样讲1个月之后，你想一想，1个月之后，哎呀，早知道8月25号报名了，早知道9月1号报名了，早知道9月10几号报名了，对不对？所以下一次再看的话，哎呀，上次为什么没报名？下一次的时候，哎呀 ，sorry。GMT 已经不公开了，还有GMT 不公开了，好多人都这样说GMT 不公开了所以把握机会，股票涨上去也就没有了，机会是不等人的OK， 好我们下次再见，Sayonara，拜拜